這款升能級電200瓦氮化鎵適配器，性能層面可以非常強悍，電路架構設計屬於成熟平台上的一次成功優化，但結構工藝還沒有完全達到這種強悍性能所在的水平。如果升能級電下一代能把散熱材料和內部的工藝再精修一遍，我覺得這套產品就真的越來越接近精品2個字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一期我們已經對這款升能級電200瓦氮化鎵電源進行了完整的測試，它不僅能夠長時間穩定輸出200瓦，而且各種性能數據都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績單。不過測試只能告訴我們結果，真正決定一款電源好壞的還是它內部的設計。它為什麼能夠把200瓦做得這麼小？採用了什麼電源架構？核心器件用料怎麼樣？散熱設計是否合理？還有關鍵的全接口神級低溫波又是靠什麼實現的？這一期我就把它徹底拆開，一層層分析它的設計思路，看看這款200瓦氮化鎵電源到底是真材實料還是徒有其表。充電器充電寶拆解有觸電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啊。把這台升能級電200瓦電源完全拆開以後，所有的 PCB、磁性器件以及功率器件全部都攤在桌上，整套的電路架構也就比較清楚了。一台200瓦電源要在這麼小的體積裡面完成穩定的高功率輸出，從交流試電開始，中間就要經過 EMI 濾波、整流、PFC 功率因素校正、LLC 高頻諧振變換、隔離同步整流以及後端的 DC-DC 降壓和輸出控制這麼多處理。而這一條電源鏈路裡面究竟採用的是什麼方案，又用了哪些核心的器件？我們還是從交流進入電源的第一站 EMI 輸入電路開始看。首先是東莞洛邑電子的微型塑封半熔保險絲，規格是5安250伏，負責交流輸入端最基礎的過流及故障保護。洛邑電子2012年成立，長期專注保險絲及過流保護元器件。後面是一顆迷你環形供膜電感，配合廣東捷威電子0.47微瓦 X2 安規電容組成第一級 EMI 濾波。捷威電子2006年成立，主要研發製造 X2 安規電容及各種基礎化薄膜電容。第一級之後，還有一顆體積更大的扁平銅帶式供膜電感，繼續組成第二級供膜濾波。交流電隨後進入四川樂山希爾電子 GBU 封裝的橋式整流橋，完成交流到脈動直流的轉換。樂山希爾2000年成立，長期專注功率半導體器件，包括整流器件、IGBT 等。整流橋後面還有2顆捷威1微瓦的 CBB 薄膜電容，配合一顆環形濾波電感，組成派型濾波電路，繼續處理後級高頻功率電路產生的插膜開關招生、保險保護、2級供膜濾波、整流，再到後級的派型插膜濾波。到這裡交流試電才算完成，進入200瓦主功率電路之前的準備工作。
接下來就是這台200瓦適配器真正的核心 PFC 加 ALLC 諧振主電源。整套主電源的控制核心來自杭州犀利捷半導體的 SY5055A， 這是一顆把 BOSS 的 PFC 和半橋 ALLC 控制整合在一起的2合1控制器。PFC 部分負責建立穩定的高壓直流譜線，同時改善輸入的功率因素。ALLC 部分在驅動後面的半橋功率級，完成高頻諧振變換。犀利捷2008年成立，長期專注模擬電源及信號鏈芯片。PFC 電桿上直接印有 XXY 200瓦字樣，4音 RS3MF 的2極管負責 PFC 旁路及異常狀態下的保護。真正承擔 PFC 高速開關的是來自深圳伊諾賽科半導體的 70D140C 氮化鎵功率管。伊諾賽科2015年成立，專注氮化鎵功率器件研發與量產的 IDM 企業。PFC 升壓回路整流則使用的是深圳梅普森半導體的碳化硅2極管。梅普森2014年成立，主要圍繞硅基 MOSFET 的 IGBT 及碳化硅功率器件布局。高压能量存儲在3顆深圳創匯電子33微法400伏電解電容裡面，總容量99微法。創匯電子2004年成立，主要研發製造液態和固態鋁電解電容等。主控偏置濾波使用的也是創匯電子的產品。ALLC 諧振功率級，這裡也是用的2顆深圳伊諾賽科出品的氮化鎵功率管組成半橋，型號是 70D190B。配合一顆印有 XXY 200瓦字樣的諧振電桿，以及東莞捷微電子的綠色薄膜諧振電容共同工作。高頻能量最後進入主變壓器。比較有意思的是，這顆變壓器上直接印着 XXY 240瓦，次級大電流引腳採用兩並聯輸出。至於為什麼一台標稱200瓦的新款電源變壓器上還保留着240瓦的字樣，這一點我們留到後面的電路設計解析再來說。來到變壓器的次級之後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初次級之間的隔離反饋和高頻 EMI 處理。同步整流控制器來自深圳茂瑞芯，型號為 MK1620， 這是一顆專門針對 ALLC 諧振電源設計的雙通道同步整流控制器，支持2路獨立的 VDS 差分檢測、雙通道互鎖以及自適應的3級驅動，關斷傳輸延遲只要10納秒。茂瑞芯2017年成立，長期專注高性能模擬及混合信號芯片。MK1620 驅動2顆來自上海維安半導體的 048NV6L4 N 勾道 MOSFET 進行同步整流，把變壓器次級的高頻交流轉換成低壓直流。上海維安1996年成立，主要從事電路保護、功率半導體及模擬電源控制器件。反饋部分使用的是一顆台灣億光電子的 EL1018 光電耦合器，負責在保持電氣隔離的情況下，把次級輸出狀態反饋給初級控制電路。億光電子1983年成立，長期從事 LED 紅外及光偶等光電半導體器件。初次級之間還布置了2顆惠州金擎電子安硅陶瓷電容，為高頻共膜噪聲提供受控的回流路徑。金擎電子2019年成立，專注被動保護類電子元器件。三角 AC 插頭的保護地附近，另外還可以看到一顆環形電桿，搭配安硅陶瓷電容組成高頻噪聲處理網絡，主要用於處理與 PE 保護地相關的高頻共膜干擾。整流之後進入次級濾波，主輸出使用2顆創匯電子25伏固態電容，總容量1640微法，20伏主輸出最終通過 XT60 母座向外提供最高200瓦的直流功率。輸出回路中2顆 R005 低阻採樣電阻負責電流檢測。到這裡，交流試電已經完成了從高壓輸入、PFC 升壓、ALLC 隔離變換，再到同步整流和20伏直流輸出的整個主功率轉換過程。C 口和 A 口的協議控制，由一顆來自深圳天德裕6628統一完成，負責2個 USB 接口的協議識別及輸出控制。天德裕2010年成立，主要業務圍繞移動智能終端和智能物聯網芯片布局。真正負責把前級直流譜線轉換成 C 口所需要電壓的是來自上海藍芯科技的 SC8002 同步降壓控制器。這個芯片支持 4.6 到36伏輸入，採用外置 MOS 同步 back 架構。藍芯科技2015年成立，長期專注電源和電池管理芯片領域。C 口同步 back 的上下橋使用的是2顆來自深圳新控源半導體的 AGM4051AP1 功率 MOSFET。新控源2015年成立，主要從事硅基功率 MOSFET 的 IGBT 及碳化硅器件的研發。C 口還有獨立的 AGM405AP1 作為 VBus 控制開關，負責接口輸出的通斷和隔離。
2002 D 組電阻進行輸出電流採樣 ，Echo 則採用來自無錫硅動力的 SP1231FL 同步降壓芯片。硅動力2003年成立，長期從事 AC/DC、DC/DC 及各種電源管理電路的研發。Echo 的 V-Bus 控制使用一顆4印 UMCC 的功率 MOSFET，2005 負責電流採樣。兩路降壓電路的 C 口和 A 口輸出端分別配置有創匯電子的220微瓦固態電容，另外這一顆小電容也是屬於創匯電子的，用來降低 DC/DC 轉換後的輸出紋波。從西力捷的主控、伊諾賽科的氮化鎵、梅普森的碳化硅，到億光、茂瑞、維安，再到天德裕、藍芯、新控源和硅動力，一台只有200瓦的小適配器，實際上仍然是10多家不同半導體和元器件廠商共同完成的一整套電源系統。把整套電路全部走完以後，結合我們上一期的測試成績，這台200瓦到底做對了什麼？又有哪些設計讓我覺得還不夠滿意？現在就比較清楚了。我們先說優點，第一就是延續了上一代240瓦平台進行的針對性優化，主變壓器保留着240瓦的4印 ，LLC 核心功率架構也基本延續下來。工程師就明確的圍繞200瓦的目標重新調整功率級，把不需要的冗餘做了減法，同時保留了原來成熟的核心架構。前面測試片測出來的各種強悍數據都表明了，它雖然器件數量和體積做了減法，但是真正需要的持續輸出能力並沒有跟着打折。第二個優點，也就是這台機器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位置，它並不是簡單的堆電容獲得高輸出質量。上一代240瓦的主輸出濾波容量達到了2800微瓦，而這一代明顯減少到了1640微瓦。但是測試片測試中，這台機器全接口、全測試功率段都進入了我這裡的神級低紋波範圍，所以這組成績顯然不是靠簡單的增加幾顆大容量的電容硬壓出來的，而是 LLC 主功率級、同步整流、輸出濾波、後級 back 以及 PCB 的高頻回路共同配合的結果。不過它也有讓我不滿意的地方，比如這一代內部仍然使用黃銅片進行導熱和散熱，黃銅在機械強度、冲壓加工、焊接方面確實是有優勢，但是單純從導熱性能來看，它明顯不如紫銅，也不如鋁製的散熱片。可它作為一款高功率密度200瓦的電源，黃銅作為主要的導熱材料，這個選擇我依然保留我自己個人的意見。第二個問題就是內部的結構設計和裝配的精度。拆開以後可以看到部分的插件存在明顯的歪斜，小 PCB 也沒有做到非常規整的垂直安裝，這一點是代工廠在 PCB 堆疊、器件定位、結構公差以及量產裝配一致性方面，確實還有繼續提升的空間。所以綜合整套電路來看，它的問題其實不在核心的電機性能，它的電路平台、持續輸出、電能質量都已經做到了很高的水平。真正還要繼續提升的是散熱材料以及機械結構和裝配工藝。兄弟們，這款深能集電200瓦氮化鎵電源測拆做到這裡，我覺得它是一款產品定位非常清楚的機器。它不是那一種一味追求接口數量、什麼設備都想照顧到的桌邊充電器，而是首先把自己當成一顆高功率的筆記本電源來做的。而在這個基礎上，再增加 USB-C、USB-A 快充，來兼顧手機、平板和其他的設備。實際測下來和這次完全拆開後內部的設計，我對它最滿意的地方就是小體積並沒有成為性能妥協的理由，該有的主功率架構有了，長期使用需要的穩定性也做出來了，特別是輸出品質確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當然，黃銅散熱片這個材料選擇，我個人還是不太喜歡，內部的一些結構細節和裝配規整度也還有繼續優化的空間。特別是深能集電，如果未來想往真正的一線精品電源靠，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工程細節其實同樣重要。所以我這裡給出這款產品的最終評價就是，這款深能集電200瓦氮化鎵適配器性能層面可以非常強悍，電路架構設計屬於成熟平台上的一次成功優化，但結構工藝還沒有完全達到這種強悍性能所在的水平。如果深能集電下一代能把散熱材料和內部的工藝再精修一遍，我覺得這套產品就真的越來越接近精品2個字了。如果你需要的是一顆體積盡可能小又能夠長期承擔200瓦左右高功率筆記本供電的電源，那麼這款200瓦我認為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性能方案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
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